买房子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会想，如果买方没有中介的话，跟卖方谈价时，能不能因为没有中介费而降低一点卖价？即使只省1-2%，也是相当可观的数字。但是其实在美国，尤其对第一次买房子的人来讲，没有买方中介真的很不利。这支影片我将带你看美国买房子的程序，中介平常如何协助买方。看完影片，我想你会想要帮你自己委托一位房仲代表你买房。欢迎来到 Embark Channel， 我是移民与留学顾问 Lisa。中介的工作就是媒合买家与卖家。在台湾，大多由一位中介完成房地产买卖的交易，要买的委托底线资讯跟要卖的委托资讯都掌握在一个人手上，谁也无法保证他会不会玩两手策略来完成媒合的目的。这跟在美国是很不一样的。在美国，卖方有卖方的中介，买方有买方的中介，各自的中介会以各自委托人的利益优先的前提下，尽力促成媒合的目的。我认为这样子是比较有保障的。好，那我们来谈到底有没有需要买方中介，值不值得省下这个中介的费用。过去在美国只有房仲看得到 MLS 上的 listing。Multiple Listing Service MLS 是房仲公会所承办的 database 资料库，所有上市的房子只要有透过房仲承办，都会被输入在 MLS 里面。现在有卖房平台像 Zillow 或 Redfin 或 Realtor.com 都能取得 MLS 上的资料，所以民众自己上网就可以看到有哪些房子要卖，可以自己找房子。在对当地城市以买房的程序很熟悉的前提下，想省略买方中介的 commission 是可以理解的。但是如果你没有在美国买过房子，又是在一个不熟悉的新城市，没买方中介真的很不利。这支影片我将带你看过在美国买房子的程序，中介平常是如何协助买方。看完影片，我想你会想要帮自己委托一位房仲代表你买房。找合适的房子只是买房的第一步。你在卖房平台上看到有兴趣的房子，当然要去看。如果你没买方中介的话，那就是联络卖方中介，开门让你进去看。看的过程，他会强调房子的长处，房子有什么短处，他肯定不会说。就算你注意到什么不对劲，他也只会轻描淡写带过。另外，当地有什么需要考虑的因素，这需要你自己去了解，学会看。我举个例子，德州有很多地方土壤含有膨胀性粘土，在这种土壤上的房子容易地基移动，地基有移动的房子，修理地基是大开销又麻烦。我刚到德州的时候，就是透过我的中介学会如何看地基，避开地基有在移动的房子。如果你没有买房中介跟你分享当地常出现的雷坑，你就必须自己学。叫人比较不放心的是，你并不知道该学些什么。问卖方中介的话，也不知道他说的是否完整，毕竟他是代表卖方中介，要用最高的价钱把房子卖给你。好，看完房子你很喜欢，想要递合约，但你出价该出多少？合约中是否要有某些保护条件，让你在可以不失去斡旋金的情况下退出合约，拿回你的斡旋金呢？出价策略上，有买方中介的话，它可以提供 Comprehensive Market Analysis， 简称 COMPS 给你。COMPS 会列出在近期内，在邻近的社区，相同房子的成交价。透过 MLS 做的 COMPS， 你就能够知道你想出的价钱是否接近最近的成交价。没中介则不能用 MLS。 卖房平台有时会列出一些成交价，但是资料并不完整，不是所有案件的成交价都找得到，所以靠卖房平台做的 COMPS 不会完整。此外，如果有中介，他会根据你的情况与市场的情况，建议你合约中应该列出哪些条件。例如，你如果无法从银行可以贷到你能够负担的利率，
你就不想买这个房子了。那仲介则会在合约上提出这个条件，写出例如如果没有 6% 的利率的话，就可以退出这个合约，拿回你的斡旋金。房仲会比你更了解 local 的市场，当市场偏于 buyer's market 时，卖家比较会接受买家提出的条件，例如要求卖家提供 home warranty 啊，或者如果你要搬离的房子卖不出去的话，则可以退出这一个买房的契约。不同的社区会有不同的热度，所以房仲会有 sense 可以提出哪些条件是卖方可能会接受的。你的仲介会这么做，是因为他代表你是你的仲介，所以会以你的利益为主。没买方仲介，你就得自己猜是否要附上条件，哪些条件在这区是合理的，不会没行情的得罪卖方。房仲的当地知识，包括对于市场与地质的知识，就是我会聘仲介在一个新城市买房子的主要原因。美国地方那么大，各地都有自己的特殊性，例如 Arizona 因为平常不下雨，很多社区没有排水设施，所以一旦下雨了，排水就成了问题。那房子会不会有淹水的风险？会不会需要买昂贵的淹水保险？当地的仲介知道有哪些雷坑是需要去注意，要做什么来避开雷坑。一旦合约执行了，有许多程序、细节与专有名词。程序包括要做 inspection 验屋，验屋该找谁？有房仲的话，他可以推荐几个人让你挑选。美国买房的程序也包括 escrow， 就是由第三方托管金钱完成交屋的程序。这过程 escrow 公司会寄很多文件给你审阅，其中会有你不懂的名词与概念，例如房子的 survey 土地测量，告诉你土地的界限，还有跟 title 产权有关的许多文件。靠自己单枪匹马的了解会非常的辛苦，即使现在有 AI 可以协助了，可是你要知道问 AI 什么。用过 AI 的人都知道， AI 所提供的答案其准确性取在于提问是否合适。对第一次在美国买房子的人，因为很多都不知道，很怕连该问什么都不知道。有买房仲介的话，你不会独自走这些程序，仲介会是你第一个询问窗口。谈判契约与买房程序对大多数的人而言是一个充满焦虑的过程，你会怀疑、生气、担心、改变主意。在这种高情绪的情况下对谈，容易产生冲突，导致交易失败。房仲因为不是当事人，他的情绪管理会比你的好很多。就有一回，我买房子的契约执行后，卖家说他想把吊在客厅与主卧的吊扇带走，连装在房子的电器通常是要留给买家的哦。我同意后，他又提出他想把窗饰都带走，这也应该是要留给买家的。我火了，觉得卖家舍不得的话就不要卖房子。那回如果我们是买卖家直接对谈的话，可能就闹翻了。但是有2位房仲帮忙沟通，从中协调，让事情达到共识，所以成功的完成交易。买房的过程中，如果你会焦虑、担心、怕做错决定，有个房仲可以当你的缓冲牌，不让情绪干扰到交易。总结一下，在美国，当你有自己的买方仲介，他代表你与对方谈判，协调房价、合约条件，因为他只代表你。当有利益冲突时，他会护着你，以你的利益为优先。另外，你可以透过仲介学到很多有关买房子跟如何保养房子的知识，取得 local knowledge， 了解房子是否能够保值的地理与地质因素。它会协助你用最好的条件买到房子，这包括帮你了解邻近相似房子的实际成交价，透过市场的常态，建议你在合约中可以提出哪些条件。合约的执行过程到交屋，有你不懂的程序或需要，它是你第一个询问的窗口。当然，他也不可能什么都懂，但是他应该认识其他的专业人员。所以当你有需要专家的时候，像是需要验房师傅或律师的时候，他应该都可以提供几个人让你去挑选。
对第一次在美国买房的人而言，是一个相当有价值的资源。好处这么多，唯独不让人聘买方仲介的理由就是中介费了。其实费用是可以协调的，而且在美国，买方80%不用承担中介的费用，这就是在选中介的时候需要了解的一部分。下个影片我们会聊如何选中介，包括费用。我因为工作住过许多城市，交易经验超过10次，乐意分享更多的经验与策略。请订阅我的频道，开启铃铛，等影片出来了，你才会被通知哦。我们下回见。